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接着上期视频，我们继续以伊拉克为例，解释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本原因。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东许多国家的政治竞争逐渐与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一种是国际政治环境的持续介入，而另外一种是宗教与族群网络的政治动员。这两种力量并没有创造中东不稳定的结构，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这种政治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中东由于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能源资源，很快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区域。对美国和苏联来说，这一地区不仅关系到能源供应，也关系到全球的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竞争不再是国内力量之间的博弈，而往往同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不同的政治集团可能分别获得来自外部各方的军事援助、经济支持或者政治保护。在伊拉克，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1958年王室被推翻之后，新的政权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反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发生军人集团之间的争夺，而真正把国家机器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的是1958年上台的复兴党政权。到了1972年，复兴党政权在苏联的支持下推动石油国有化，接管了原本由西方财团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主要资产。这样一来，国家机器和最重要的资源收入就被进一步的收拢到执政集团手中。而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外部力量的介入变得更加直接。伊拉克同时获得来自多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情报支持，苏联和法国提供武器，美国提供情报与政治支持，海湾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则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这些支持并不完全来自于同一政治阵营，但他们共同维持了伊拉克政权的战争能力和财政运作。外部资源的持续进入，使国内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国内社会的税收而维持统治。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外部支持与资源型经济国家的情况有些相似。无论是石油收入还是国际援助，政治集团所依赖的资源都不再主要来自于国内社会，而是来自国家控制的资源或外部力量。当政治竞争能够依赖这些资源时，争夺国家机器本身就会变得更加剧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也更容易依附于不断竞争的政治集团，而难以稳定下来。接下来，如果说冷战格局从外部放大了这种不稳定的结构，那么在许多中东国家内部原本就存在的社会网络也在不断强化这种政治竞争。在伊拉克，宗教教派与族群认同长期构成重要的社会结构。例如伊斯兰教不同派别的阿拉伯人以及库尔德人等不同群体，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各自的社会联系与身份认同。当国家制度尚未形成稳定秩序时，这些社会网络就很容易被直接拿来组织政治力量。也就是说，不同政治集团往往通过宗教或者族群身份来组织支持者，并形成各自的政治阵营。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出现在2003年之后的伊拉克。这一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随着原有国家机构的瓦解，原本被压制的不同的政治力量迅速开始争夺新的权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政治集团开始依靠宗教教派来组织自己的支持基础。例如，一些什叶派宗教领袖通过清真寺网络动员支持者，而一些逊尼派武装则以宗教身份作为政治动员的标志。这种动员方式在2013年前后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一年，伊斯兰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ISIS， 迅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扩张，并一度控制了大片领土。这个组织在动员支持者的时候，大量使用宗教语言，并以建立所谓的阿里发国为政治目标。在中东，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表达，更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通过宗教身份的认同，不同政治集团能够迅速区分敌我，组织武装力量，并形成各自的支持网络。于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政治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宗教或者族群网络来组织权力基础。宗教身份也逐渐成为政治竞争中最容易被利用的动员标识。这也意味着，
在国家的制度没有形成稳定的秩序的情况下，复杂的宗教教派与族群网络会被不同的政治集团不断转化为彼此竞争的政治阵营。阵营之间的竞争会使政治权力在多个社会网络之间反复转移，而不是稳定的依附于某个单一的结构之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权力依附对象的不稳定。如果把上期和刚才这些伊拉克的历史重新放在一起看，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简单的观察方法。当一个国家长期处在动荡之中时，与其只是寻找具体事件的原因，例如石油、宗教或者外部干预，不如先观察3个问题。第一，权力的正当性来自哪里？第二，谁真正控制国家机器，以及政治动员依赖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网络？当这3者指向同一个权力依附对象时，政治秩序往往更容易稳定；而当这3者分别依附于不同对象时，权力竞争就会长期存在。在很多中东国家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国家制度试图建立规则性秩序，但军人集团掌握实际权力，而宗教与族群网络则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基础。而当这3者权力依附方式长期同时存在并相互竞争时，政治秩序就很难形成稳定的结构。到这里，我们已经解释了中东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不断放大的。但这还没有结束，因为中东的问题并不会停留在内部，它还会不断的外溢。下一期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原本发生在地区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最后会不断被外部识别为风险，并反复触发国际秩序的介入的？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